朋友们，咱们今天来深度的剖析一下全世界最有钱的这些政府，他们是怎么管理自己的钱袋子。这些官方机构，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各自是如何管理这动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财富？顺便咱们来展开聊一聊这里边有什么投资逻辑呀、利益勾结呀、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个主权基金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一些非常有钱的政府，他们把闲钱凑在一起设立的一个投资基金。我先声明一下咱们今天聊到的所有基金的投资体量排名基本上都是市场的预测，很多基金它其实都是非常隐秘完全不透明的，再加上这个基金的体量也会随着市场去波动，所以具体它是1万亿还是8000亿，它是第3还是第4，大家也不用太较真儿。废话少说，咱们直接开始。第10名，迪拜投资公司，管理资产约3600亿美元。不出所料，上来就来了个中东的基金。迪拜呢，这个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它其实不是个国家，而是阿联酋里头的一个酋长国。阿联酋的政治结构和中东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是由7个酋长国组成，他们在财政上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各自的石油收入呢也都归自己。而这7个酋长国里头最大的2个就是阿布扎比跟迪拜。阿布扎比石油非常多，非常有钱，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聊到。这个迪拜呢，石油资源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相对小一点，只有36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0。所以你看这个主权基金它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国家层面的，只要这个地方政府够有钱，它也可以设一个主权基金。迪拜这个投资基金，你看它年报里就感觉好家伙，参与了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说自己投了全球86个国家，横跨6大大陆，55家公司，就感觉这个投资面特别的广。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迪拜投资公司它是有点水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头有2/3都是控股迪拜自己的5大银行，就这些钱它基本上是动不了的。另外还有17%是在运输业，主要就是阿联酋航空，这2项加起来就已经占到了整个基金的85%了，你想想。另外呢，它还控股了一些迪拜的房地产公司、石油公司之类的。所以你整体来看呢，虽然它叫主权基金，但是它的基金属性、投资属性并不强。说白了，你没法在国内或者到全球去买，更多的还是迪拜酋长国它长期层面的一个控股公司。迪拜呢，其实我们单做过一期视频，所以我们就不多展开聊了。这个基金呢，说实在的，也就是个开胃菜，咱的硬菜还在后头。第9名，香港外汇基金，估值5140亿美元。香港外汇基金是香港金融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这个金融管理局呢，其实就是香港的央行，负责印港币、制定港币的利率这么个机构，慢慢积累下来这几千亿的美元或者欧元，然后通过成立一个基金去管理。你说这央行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难道是他自己印的吗？当然不是。简单来说，这里头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香港的外汇储备。不过香港它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它这些外汇储备呢，并不来源于它商品的贸易顺差。实际上，香港它一直处于商品这边的贸易逆差，但人家主要是靠服务，服务这边的顺差要远大于商品这边的逆差，就靠服务赚钱。它还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投资涌入。所以香港呢，它是持续不断的处于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你看，全球的美元、欧元流入到香港的金管局，金管局就会对应的发行港币，然后自己把这些美元、欧元给存起来，一点一点积累出来了这么庞大的一支基金。而这个香港外汇基金它成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港币和香港金融体系的稳定。你像香港这种港口城市它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会涉及到跨境交易，所以呢，对于它的经济和物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外汇市场的稳定。所以你看，香港其实从1983年开始就跟美元绑定在7.8了，才可能在面对各种危机的情况下都能从容的应对。但这个外汇不是你说我想绑就绑的，你必须得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足够的美元，这样才能在应对各种危机的情况下都可以非常的从容。所以金管局建立这个基金呢，就有点像香港资本市场的一个保安，来维护这个金融市场的治安。你就比如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香港金融保卫战。金管局直接入市支撑香港的股市，动用的就是外汇基金这个金融护卫队。10天里花了1180亿港币，大概等于当时基金18%的资产，去买香港的蓝筹股，来抵抗做空机构的攻击。所以你看，它不光可以保护港币，保护这个汇率，甚至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去保护香港的资本市场。在这之后呢，其实这么大规模的动用这个基金的情况已经不多了，但并不是说这个基金就没什么用了，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这个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这个护卫队越来越强大了，它就有点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在那儿有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样呢，投资人贸易伙伴他就完全不用担心港币的信用风险，也让空头打消了在香港市场搞事情的这个念想，是吧？你可见这支基金对香港的重要性。
现在呢，这个基金已经累积到了超过4万亿港币，这是什么概念？所有发行的港币，就是港币的 M1，大概也就2万亿，只占到这个基金的一半。也就是说，你把全香港所有的港币全抽干，然后找金管局去换美元，它也只需要花掉这个基金的一半，哎，就给你搞定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基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所以你看它的投资策略就很好理解了。总结下来就俩字儿：保守。现在大概有70%是投资在债券。我们知道债券在这些资产里头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小的，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组合，然后有70%在债券上。我跟你说，这个和一会儿咱们要讨论的其他基金比起来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保守了。其实早期它是更保守的，什么股票、房地产、私募干脆都不投。后来呢，确实也是这个钱越来越多，你要是光守护香港的金融市场，就有点过于冗余了。于是就分离出来了4个不同的投资组合。这里边最大的叫支持基金 backing portfolio， 占了有差不多一半，对应着所有港币的 M1 发行量。这个组合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backing 嘛，就是用来支持港币的，所以它的投资风格极其保守，就类似于你去银行存个定期差不多。另外3个基金呢，都是最近15年建立的，大概就是我能不能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我也赚点钱，积累点财富，才开始尝试一些股权类的投资。好，接下来哈，我想一口气把4只基金放在一起聊，因为它们确实都比较类似，我估计大家应该已经猜差不多了。它们都是中东石油国家的主权基金。第8名卡塔尔投资局，第6名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第5名科威特投资局，第4名阿布扎比投资局。我相信说到主权财富基金，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中东石油国家。这些基金的财富来源呢，其实非常简单明了，就是把这些国家卖石油、卖天然气的钱一大部分给汇集在一起，组成一支基金，然后去投资。这个非常简单明了，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咱主要来看看他们的投资风格。首先，先非常笼统的说一些他们的共通点。一个就是这些基金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不透明，就跟黑盒子似的。你看其他基金一般都会列出来自己的资产分配、投资理念、资产负债表等等，这个呢也符合他们的监管要求，我也比较好查。可是这帮中东国家，你别看他那网站做的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酷炫，有的也会发布年报定期报告什么的，但你仔细读一读，你就会发现那些有用的关键信息，比如说他具体投了什么、投资策略什么的，几乎没有，30-50页的报告全都是那种比较形式主义的大水话。你就比如说阿布扎比投资局的报告，它的使命就是通过严谨的投资流程和体现文化价值观的敬业员工，谨慎的实现资本增长，从而维持阿布扎比的长期繁荣，是吧？是不是感觉这就是知识经过脑子的感觉？其实这里头我跟你说，阿布扎比跟科威特还算相对好一点的，那个沙特跟卡塔尔连个像样的报告都没有，至少是给我的调研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难，我就不继续吐槽了哈。这点呢，其实说实话也可以理解，作为这些君主制的国家，这些基金呢就是他们自己的钱袋子，是核心中的核心，那投资什么哪能那么透明，对吧？这其实就带到了他们的第2个特点，就是政治性会比较强。一般其他的主权基金呢，都有比较单一、比较明确的使命。你比如说香港就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要么有一些就是资产增长，要赚钱。但中东这些基金呢，他们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或者地区的长期发展。国家需要投资哪儿，他就更多往哪儿投。你比如说国家需要摆脱石油能源，那我就投新能源、投人工智能、投资旅游。国家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我就多投资美国。国家需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我就多投资中国。英国哪惹着我了？不好意思，我的主权基金就要从那儿撤资等等吧。它的投资或者撤资呢，很多都夹杂着这种目的性。这里头尤其明显的就是沙特的基金，等会儿我们会单独再展开聊。这些基金具体的投资方向呢，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你比如说沙特，它就更多的投国内；科威特呢，就更多投海外。有的喜欢股票，有的喜欢房地产等等。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更注重长期的投资。刚才阿布扎比的理念不也说了吗？通过1、2、3、4要维持阿布扎比的长期繁荣。我觉得它也就这么点信息量了。毕竟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钱，他们也不用为了眼下发愁，所以呢，都会考虑的非常长远，放眼未来，可能都是10年后，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子子孙孙后代的事儿。长期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它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更强的，就是我不用太去惧怕短期的波动，所以呢，你会看到他很少买那种更低风险的债权类投资，而是更多的都去投到股权类这种权益类的产品，甚至也会更多的去投流动性更差的什么私募基金呀、房地产这些类别。你看香港那个外汇基金，好家伙，大部分资产都去买流动性最好的债券，那就相当于随时处在一个战备状态，万一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立刻可以卖掉去填窟窿。而中东这些基金呢，除了科威特投资局一部分基金以外其他的又是买楼、买球队、投资私募、投资基建等等，反正一时半会儿我也不着急套现。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去追求这种短期回报，风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往好听点说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大胆。
你是不是感觉3天2头就听说中东某个基金豪掷了几十亿买了谁谁谁，豪掷了几十亿买了个楼，就感觉他们豪掷几十亿就跟玩似的，是吧？中东这些基金呢，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敢花钱，有时候都感觉有点太敢花钱了。你看最近几年，全球可以说非常高光的一些失败投资，背后都有这些中东基金的名字。你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金融巨头瑞士信贷轰轰烈烈的崩塌，最后被 UBS 瑞银收购。你看它倒下之前最大的这几个股东沙特国家银行，它背后其实就是沙特的主权基金，还有卡塔尔投资局，还有阿布扎比投资局。你看看这3大冤大头都是我们榜单上的人。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在瑞士信贷倒塌之前，卡塔尔投资局还傻乎乎的增持了它的股票，最后亏了超过3亿美元。你再比如说软银的那个愿景基金，当时1期的时候，孙正义不是说要融资1000亿美元，说要成立一个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基金。大家一开始觉得1000亿这怎么可能？谁知道这孙正义，他跑到沙特去了，俩人谈了不到1个小时，沙特这边咵拍了450亿，这边刚谈完，阿联酋的穆巴达拉基金也赶紧跑过来说，等等我也要当冤大头，咵又拍了150亿，这一下就600亿，孙正义一大半的 KPI 就完成了。当然这个愿景基金咱们之前也聊过，因为 WeWork 还有 Uber 的投资失败，最终可以说是亏得非常惨，这也成了沙特主权基金最高光也是最惨烈的一笔亏损，账面损失了至少180亿美元。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东这些基金总给人感觉有点莽撞，有点虎。虎有时用来形容一个人行为鲁莽，容易冲动，不计后果。我记得前一阵子 OpenAI 那个 CEO Sam Altman 当时有传言说他要建一个芯片公司，要融资5到7万亿美元。注意这块不是说这个公司估值是5到7万亿，而是要融资5到7万亿。我当时一听这也太扯了，对吧？你就把当时最值钱的公司苹果给卖了都不够这公司第一轮融资的。但我又仔细往下一看，说这个奥特曼好像正在寻求和中东各大基金，尤其是阿布扎比投资局合作。我一下就感觉没准还真有可能，嘿嘿。好，咱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些基金的特点卡塔尔投资局简称 QIA， 管理资产约5260亿美元，它成立于2005年，是这些中东基金里边最年轻的一个。咱以前聊过这个卡塔尔他是真有钱，就靠着自己的天然气资源积累了这5000多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虽然规模来看它排名第9，但卡塔尔人口特别少，总共才不到300万人，而实际的公民只有31万，要是折合下来给每个公民能分170万美元，你就按3%的利息算，每人每年光利息就能分5万美元，怎么样？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了卡塔尔的长期发展，尽可能的摆脱对天然气这些资源的依赖。卡塔尔呢有一个他的2030国家愿景计划，可以说是整个国家这么多年最宏大的一个战略，就是要通过一些非常夸张、非常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经济改革来达到它的可持续发展。这钱哪来呢？基本上就是通过卡塔尔投资局来出。不过这些国内的基建投资只是卡塔尔投资局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它更主要的投资还是在海外。你看这个是它投资的一个大致的分布，很明显这里边超过1半的都是股权类的投资，比如说股票、私募这种，还有很大一块是房地产。具体它投了什么投资风格，我也只能根据媒体上的一些蛛丝马迹来拼凑一下。我的感觉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主权基金，卡塔尔投资局呢，它更喜欢投资一些高端的地产项目，就是它更喜欢参与这种高端局。你比如说他之前就买下了英国地产巨头叫金丝雀码头集团50%的股权，成了伦敦最大的地产商之一。英国伦敦最顶级的15个摩天大楼里边，他占了1/3的股权。在曼哈顿和华盛顿也开发了超过50亿美元的房产。英国的希斯罗机场他持股20%，俄罗斯的圣彼得机场他持股25%。2016年还斥资25亿美元买下了新加坡亚洲广场的1号塔，这是截止当时新加坡最大的一笔写字楼交易。他还早在2011年就收购了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我估计对足球不太熟的朋友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球队。他呢历史上确实不是特别出名，但是自从这个石油老板来了以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前几年先后斥巨资买下了姆巴佩、内马尔、梅西，这仨你总听过吧？把这3个顶级球星放在一个队里头，都来法甲踢球，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卡塔尔。而且据说这个卡塔尔投资局现在又瞄准了曼联、利物浦、热刺这些英超球队。好，咱们继续下一个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简称 PIF。这个基金呢是成立于1971年，现在的规模大概是9250亿美元。它的投资目标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就是为了沙特的长期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的多元化，符合沙特的2030愿景计划。沙
特的这个基金呢，我觉得是中东这些基金里头战略性最强、目标性最强的。它主要的钱呢，不像其他人那样都投资在海外，为了分散风险，为了财富增长，而是更多的投资在国内的项目、国内的基础建设。有大概60%的资金都是投资在沙特境内的。你就比如说它愿景计划里头最庞大的那个工程 NEOM， 我感觉咱都已经提了好多遍了，各种各样你在科幻片里才能看到的那种新城概念，就这些项目需要的这个资金量，跟刚才卡塔尔那些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光 The Line 那一个项目，最开始预算就是5000亿美元，这就整个卡塔尔那个基金差不多的体量了。而且后来又发现这个实施难度被严重的低估了，现在预计的资金量已经涨到1.5万亿美元了，这就已经超过沙特基金全部的资产了。所以他还得想办法去融资。据传言说，有些项目可能会通过 IPO 的方式去融资，咱也不知道谁投它。总之呢，沙特主权基金它有大量的钱都是投在国内这些基建的。除了基建项目以外，它最近这2年推动国家摆脱石油经济的一个重心就是体育。咱又要说到足球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想要收购英超的球队纽卡斯尔，两边本来都谈好了，结果遭到了英超联赛官方的阻碍，就觉得这个主权基金跟沙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点不清不楚的，太不独立，可能牵扯的政治太多。我们可不能让英超的球队成为沙特政府体育洗白、政治推广的棋子，就把这笔收购给拒了。结果呢，没过几个月，这个收购又莫名其妙的给成功了，没有人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据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就是这个沙特王储萨勒曼，他站出来威胁英国了。他就说，你们竟然敢阻碍我们正常的市场收购，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可是承诺英国300亿的投资呢，你们自己好好掂量掂量。于是不知道谁在中间怎么掂量之后，这个收购就成功了。当然具体事实到底是什么，咱也肯定也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沙特这个主权基金跟他整个国家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最近这2年沙特又把体育推广放到了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层面，就不仅仅是买欧洲球队那么简单了，他要把好的球员都给买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沙特足球联赛这2年接连签下来了一些有点年长的国际巨星，什么 C 罗、内马尔、本泽马等等。其实你要乍一看C 罗去的是利雅得胜利，内马尔去的是利雅得新月，本泽马去的是吉达联合，这其实是不一样的球队。你可能就以为说沙特可能有好多球队都非常有钱，但其实你只要稍微深扒一下，你就会发现这3支球队的老板都是一个人，是谁呢？没错，就是沙特主权基金 PIF。 他就在2年前刚刚买下了4支沙特的球队，而且为了把这几个顶级巨星挖到沙漠里头来踢球沙特也真是下了血本，给出的年薪可以说是惊掉了大家的下巴。 C 罗是2亿欧元每年，这比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最高年薪还翻了3倍。而且你看他都多大岁数了。内马尔1亿欧元，本泽马1亿欧元，这本泽马真是捡个便宜。我跟你说他们接内马尔用的那个私人飞机都不是什么湾流那种你日常听说很多商业大佬做的，而是波音747，是客机。也不知道沙特搞这么大个私人飞机是要在里边踢球吗？就有一种把火车当私家车开的感觉。除此之外，沙特的这个主权基金不是大概还有40%是海外投资，这里边也有不少就是那种政治性比较强的投资。比如说2017年特朗普访问沙特的时候，王储萨勒曼就说了要给美国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钱就是从他的主权基金里边出的。沙特还在2018年的时候说要在10年之内投资300亿美元到英国，就是刚才我们说萨勒曼用来威胁英国的那笔钱。你再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特朗普的女婿建了个私募基金，这个沙特的 PIF 就往里投了20亿美元，也是他女婿这个基金里头绝大部分的资金了。同样是在2021年，沙特还给美国刚刚卸任的财政部长的基金投资了10亿美元。而去年10月份，沙特又跟香港金管局，也就是这个榜单的第9名，一起宣布说要建一个1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你看咱刚刚说这一串投资数字虽然都不大，但是多多少少这里边都有一些政治的属性。除此之外呢 PIF 还投了一些海外的股票，这个美国的股票数据倒是公开的，我看了一下，投的还挺多的，但都是那种几亿美元的，算是小钱吧，就是雨露均沾一下。顺便说一嘴你会发现这些中东的基金他们其实都非常喜欢投私募，而不是特别喜欢投股票这种公开市场的证券。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其实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密。你想很多金融市场你买卖股票都是要被公示出来的，即使像沙特这么注重隐私的基金，他投了什么美股但全都知道，我估计他感觉起来可能就跟比特裸奔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其实都不太喜欢投资股票。而且他们喜欢投私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体量大，就给了他们很多讨价还价的空间。你想你买个房子要是全款都能谈个优惠价了，他们在投私募的时候这么大的体量又不着急退出，所以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去拿到一个可能比别人更好的 deal。 好，咱们榜单下一个科威特投资局，简写叫做 KIA。你看跟韩国的那个汽车巨头起亚一模一样，不过你看好了此 KIA 非彼 KIA， 科威特这个3个字母都是大写的，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它大呀。实际上它的资产定30多个起亚汽车的市值，它管理资产约9690亿美元。
其实科威特投资局可以说是这些中东基金里的鼻祖了，它是1953年最早成立的。其他中东国家呢，可能也是看着科威特这么成功，才纷纷开始成立这些主权基金。科威特这边呢，它整体的风格相对更成熟、更保守，也更透明一些。这些中东基金里边也就它把这些财务情况都公开了一些，这些钱是哪来的也说的比较明确。它把这将近1万亿的资产主要分成了2个子基金，一般储备基金，用来处理科威特的财政支出和预算，还有未来世代基金，用来做长期投资、长期的财富增长。具体到投资呢，其实它并不像沙特、卡塔尔那么的大胆、大手笔，它整体的风格就比较正常，很多都投在股票市场，有1半以上是在美国，然后另外30%是在欧洲。所以这个基金最近这2年的投资回报率非常猛，毕竟它很多都压在美股上了。你看美股从21年开始到现在，大盘都涨了70%了。它还投资了马德里的一个双子塔，这个塔的名字就非常直接，叫做 KIO Tower， 直译过来就是科威特投资办公室塔。好，到最大的一个中东投资基金了，就是阿布扎比投资局 ADIA， 管理资产约为9930亿美元。你看，这就已经无限逼近1万亿美元的大关了。咱刚才说了阿布扎比跟迪拜一样，都是阿联酋里的一个酋长国，但不一样的是，阿布扎比它真的是石油大户了。你想它有中东最大的主权基金，而且它还不光只有这一个，它还有一个穆巴达拉投资公司，3000亿美元，其实就排在全球第11。它还有阿布扎比国家能源公司、阿布扎比发展控股公司等等，这些零零碎碎基金加起来，总共大概有1.7万亿美元。你想想这阿联酋得多有钱，对吧？它不光有阿布扎比，它还有迪拜。大家可能感觉就中东这里头沙特出现的比较多，政治活动参与的也比较积极，但是要纯从有钱的角度说，我觉得阿联酋才是中东土豪里的土豪。阿布扎比投资局的投资风格整体跟科威特比较类似，就是比较成熟，也是超过1半在美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在欧洲。这也从侧面说明它比较保守嘛，都投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不像沙特胆子那么大，要花几万亿在沙漠里头搞事情，还在沙漠里滑雪。其实这些财富主权基金对这些国家地区的政府来讲，有一大非常隐性的好处，可以说是隐形的利益，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它可以降低这些国家地区的借债成本，说白了就是能让他们很便宜的借到钱。这个主权基金呢，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财产证明，有了这个财产证明，我再去借美元债，你看我有这么上千亿、上万亿的资产，你还怕我还不起吗？这样一来呢，大家就对他们信任，他们的信用就更好，这样融资成本就更低，就会带来实打实的金融收益。你要知道其实并不是说石油输出国它就一定有钱，它就一定能还上钱，他们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石油的诅咒。你比如说委内瑞拉、俄罗斯，这都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了，但是都违过约。就算你这2年靠石油很赚钱，但咱也不好说你3、5年之后是不是还很赚钱。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石油输出国，他们发行的债券就可以利率很低。但如果你拥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那就实打实的是一个财产证明，是个信用评级，那确实是可以拿到更低的利率。所以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权基金，他们就可以非常大胆的去投资基建、投资全球，去进行更长期的投资，同时利用这些财富带来的背书去借钱，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财政收入去应对这些短期性的、常规性的支出和开销。这样一来呢，他们就可以撬动更大的资金池、更大的杠杆，让自己越来越有钱。你看很多有钱人不就是这么玩的吗？利用自己的股票做抵押，然后去借钱消费，这其实也算是有钱人、有钱国家的一个金融杠杆原理。不过这里头科威特是个特例，你会发现它几乎不借钱，债务比 GDP 只有3%，它所有的开支和投资几乎都是从投资局里出，这种呢就属于比较佛系的土豪了。好，咱们继续聊榜单上的选手哎呀，糟糕，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但是还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录呢，要不我们下一期？除了中东这些国家，除了香港，还有谁？还有哪些政府能力压他们，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跻身全球前3？他们的钱又是如何搅动全球的金融市场？我们下期继续全球10大主权基金。